我意外穿成了陆家刚拜堂的新媳妇，夫君一家还全是软骨头。此刻极品的陆家人正逼迫夫君交出军功银，好让堂弟拿去赶考。陆彦川，你别给我装聋！那银子是陆家的银子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就是，文昌赶考是大事，咱陆家祖坟冒不冒清冤，就看这一回了。哟，新媳妇醒了，正好过来劝劝你男人，进了陆家的门就得懂陆家的规矩。吵醒你了。他们要什么？什么叫他们？我是他祖母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刚进门的心腹问话。那我换个问法，祖母一大早带着全家催一个腿上未愈的人交银子，是为了什么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说错了。早误会了，只是家里如今有难处，我月底要去府城应试，路费、衣裳还有给先生的礼，总要银子周转。所以你读书花我夫君的军功银。大嫂，一家人何必分得这么清？不分清也行。你先把这些年花了大房多少银子，吃了大房多少粮，穿了大房多少布，一笔笔说出来。说完了，咱们再谈一家人。你才进门1天就敢翻旧账，沈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。沈家叫我拿别人的东西之前，先问问自己合不合规矩。你反了，真是反了！陆彦川，你就这么看着你媳妇儿顶撞长辈？祖母，清河说的没错，那银子我不能交。你说什么？我的腿还要治，小满要吃饭，妹妹要留嫁妆。那笔银子是我从战场上拿命换回来的。文昌赶考我可以帮，但不能把命银全交出去。陆家的前程若只能靠抢伤兵的要钱，那这前程也不值钱。大嫂，说话不必这么难听。难听吗？那我说句好听的，军功银写的是陆彦川的名，谁敢抢，谁敢私拿，我就去镇上军策处问一问，退伍军户的补银，旁人能不能强占？少吓唬人！一家人的事儿，衙门还管得着？那你试试。匣子给我。这银子从今日起，谁也别想碰。好的很，你们大房真是翅膀硬了。陆老太太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陈家来接人。接什么人？你妹妹去陈家帮几日忙，陈家是镇上的富户，亏待不了她。祖母，我不去。哭什么？多少姑娘想去陈家还去不了呢？有吃有穿，还能学规矩，这是你的福气。二婶，他们说要3年，还要钱起不去。3年？这位是新进门的大嫂吧？话别说的难听，就是帮公器。陈家给了定钱，陆家也按了手印儿。今日我们自然要把人带走。祖母，你把云香牵出去了？什么叫牵出去？家里这么困难，她一个姑娘去大户人家做事怎么了？再说陈家给了12两银子，正好解家里的急。这12两是给陆文昌砍考用的。你们拿姐姐换银子给堂哥读书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小满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我若中举，整个陆家都会跟着沾光。你中不中举不一定，但云香今日被带走是实打实的事。陆家自家的事儿我们管不着，既然收了钱，契也签了，人我们就得带走。别动，他不能走。陆大郎，陈家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今日不交人就还钱，还不上就别怪我们按契办事。气呢？你要看气？你们要带我小姑走，我当然要看气。你看什么看？长辈已经定下了，轮得到你拿不出气就是强行带人，拿得出气我也要看清楚是谁签的，谁按的手印，钱又落到谁手里。陆云星本人按手印了吗？他年纪小，家中长辈做主即可。他父母呢？我还没死呢，我做不了主。你做主也行。那这12两是谁收的？新衣裳。赶考总不能衣衫褴褛，所以小姑的3年换了个你一身衣裳，一趟路费，还有几分送礼的体面。大嫂，你何必句句羞辱我？我不是羞辱你，我是在问账。12两银子，今日谁收的，谁拿出来。拿不出来，谁收的钱，谁跟方管事去衙门把话说清楚。沈清河，
祖母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那我们现在就请李正，请祖老，再请镇上的文书，把这张契摆到大家面前，问问看，陆家是不是穷到要拿孙女的3年去给孙子铺路？家丑不可外扬，家丑不外扬的前提是家里还有人讲理，若不讲理，那就让外人评理。陆家要怎么闹，我们不管，陈家只认银子和人，今日要么交人，要么还12两，否则明日一早我们带着契再来，到时候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了。钱我会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你那点银子还不肯给家里，现在倒是会充好人了。二婶急什么？银子又不是你收的，还是说银子就在你手里？你少冤枉人！方管事明日来，我们一同去李正那里。契是谁签的，钱是谁拿的，衣裳是谁买的，账一笔可算。明日辰时，钱或者人，陆家自己想清楚。都是你这个惹事的人！你一进门，陆家就没个安生。大嫂，我不去陈家，我少吃多干活，我真的不想去。不贵，你没有错。谁要带我姐走，我就去镇上喊人，我喊一条街的人来看。你这个小子还敢威胁长辈！二婶最好别再骂，你每多骂一句，我明日就多问一笔账。大嫂，事情闹成这样，对谁都不好。云姓的契可以再商量，可我月底应试是大事，若因为今日耽误了前程，祖母祖父会寒心，陆家也会寒心。你说完了？说完就听我说。他是人，不是银子；他是伤兵，不是钱袋子。你是读书人，不是陆家的债主。从今日起，大房的东西，大房自己管。军工银、药钱、口粮、衣料，一文一粒都要记账。谁要用，可以写借据，按手印定归期。你还想分家不成？二婶提醒我了。你敢！我现在不提分家，但如果明日你们还想拿云姓去抵银子，或者想动陆彦川的军工银，那我就不支提分家。我会请李正、祖老军策处的人一起过来，到时候该算账的算账，该还钱的还钱，该丢脸的丢脸。清河，你刚进门，别把路走绝。祖父，路不是我走绝的，是有人把云姓往外推，把彦川逼到悬境。好，好，你厉害。那明日的12两银子，我看你怎么拿出来。就是嘴皮子一碰到容易，银子呢？明日辰时，方管事可不会听你讲大道理。银子在这里，先回屋。今日的事连累你了。我既然进了这个门，就已经在局里，谈不上连累。你以前不像今日这样，人被逼急了，总会变。谢谢你护着云星。大哥、大嫂，我以后一定多干活，不拖累你们。再说拖累，我就真生气了。大嫂，明日12两怎么办？咱们真有吗？有没有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银子原本有28两，还有军中给的半张银票。我回来后只取过几次药钱，其余一直锁在里头。这药子除了你，还有谁碰过？我一直带在身上。银子呢？大哥的银子呢？大嫂，他私自拿走大哥的银子，他还想拿姐姐的契数去抵债。站住！所以更不能现在冲出去，因为现在冲出去，他们会说你污蔑，会说你偷票，会说是一家人借用，吵一架，银子回不来，云相明日还是危险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他们不是最怕丢脸吗？那就让他们明日当着外人的面，把脸丢干净。今晚先不闹，吃饭、养腿、睡觉。明日辰时之前，我要去一趟城南福源当铺。你一个人去？你能走吗？能。那就一起去。沈清河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要把你的银子拿回来，把云姓留下来，再让陆家知道，大方不是他们想踩就踩的。大嫂，要不我去吧？你才进门，祖母他们本来就盯着你。他们盯着我，总比盯着你好。可是陈家今天还会来，所以我必须去当铺。你确定能走？能走。到镇上要半个时辰，你若撑不住，路上就说。我不会拖你后腿。我不是嫌你拖累，我是怕你硬撑，反倒让他们有机会说你不成事。小满，你守着云星，谁来敲门都别单独出去。外头若闹起来，你就去隔壁徐婶家喊人，让他帮忙去请李正。我记住了。大清早的，西屋怎么还亮着灯？该不会又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
哟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天还没亮呢，新婚第2日就往外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陆家容不下你。燕川腿疼，我陪他去镇上药铺复诊。复诊？昨日不疼，今日偏偏疼，我看你们是心里有鬼！站住！今日辰时，方管事要来，你们谁都不许出门。祖母，腿伤耽误不得。少拿腿伤吓唬我！昨日吵了一早上，他不也站得好好的？祖母若觉得他伤得不重，不如请村里的郎中来验。你逼我！我是在讲道理。若祖母不讲道理，那我只能请会讲道理的人来。动不动就请这个请那个，你当李正是你家亲戚？不是亲戚才好，不是亲戚才不会偏帮。一大早的又闹什么？你看看他，人还没站稳，就要管到我们头上了。燕川，你真要去镇上？是。辰时前回来。我们会尽量赶回来，也请祖父先替云杏挡一挡。她是陆家的孙女，不是可以随便交出去的物质。老头子，众目睽睽的，难道还能跑了不成？跑，我们是去拿证据，一份能揭开这家人假面子的证据。我不是等你，我是在算时间。不用等我。从陆家到镇上半个时辰，去当铺一炷香。若顺利，辰时前能赶回去；若不顺利，我们就得把人带回陆家。带谁？能说真话的人。你觉得当铺会帮我们？不一定。那你还去？燕川，昨天院子里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周老太敢逼你交银子？为什么陆文昌敢拿云相换银子？为什么赵氏敢在我们面前嚷？因为他们觉得你伤了腿，大房没人会算账，也没人敢把事闹开。所以今日我们不求当铺帮我们，我们只要他们怕。你不怕？怕也得走，人不能因为怕狼就自己钻进狼嘴里。二位要当东西？赎东西？这票可不是小数目，点银20两，利钱另算。银子带够了吗？出当的人是谁？娘子说笑了，当票在谁手里，谁自然有权赎。至于出当的人，柜上不方便多说。当票上写的清楚，典当的是退伍补银和军中对票。掌柜收这种东西之前，不问一问主人是谁？来当的人说是家中兄长托他办的。兄长是谁？陆彦川，军籍退户补银本人，现在人就在你面前。掌柜要不要让伙计去军策处问问，军功补银能不能由扒人随便点出去？娘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福源当铺开门做生意，最讲规矩。那就把规矩拿出来，我要看出当底册。底册是本号私账，外人不能看。那我们去请能看的人来看。等等，二位到里间说。就是这里，出当人陆文昌，做保人赵三贵，点银20两，押的是银票1张，散银8两6钱。陆文昌说这是他大哥托他办的。我从未托他。陆大郎，这事儿怪不得本号。陆文昌拿着钥匙开的匣子，又有当物，又有做保，我们总不能挨家挨户问。钥匙？是啊，他说匣子是他大哥亲手给的。我的钥匙一直带在身上，陆文昌要么偷配了钥匙，要么趁我昏睡时动过手。当物还在吗？银票还在，散银已经兑出去了。按规矩，出当后银子就是本号周转，若赎按数补回就是。补回？若这笔当从一开始就不合法呢？娘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本号也是被蒙骗的。既然掌柜也是被蒙骗，那就更该写清楚。写什么？写一份存证，写明出当人陆文昌，做保人赵三贵，胆当物一位陆彦川本人军功补银，陆彦川本人未到场，未按印，未签字。今日我们来核查，福苑当铺愿意暂封银票，3日内不转手不销账。3日？这不合规矩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军策处，掌柜亲自解释，为什么军户本人的补银会被别人拿到你这里抵当。我还认得营中几个旧人，若此事闹大，未必只闻陆家。二位稍安勿躁，写可以写，但3日太久，1日。3日，1日半。3日，并且不加例。娘子，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。掌柜说笑了，真正被逼到绝境的是陆彦川，不是你，那是他拼命换来的银子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！方才那个姓陆的读书人又来了，说要改票，还说家里急用，要把银票也兑了。他人呢？我说掌柜不在，他就走了，看方向像是往西街去了。他知道我们来了，赵氏派人跟着我们。存证，马上写。陆文长现在想悔账，掌柜若不写，等他把事情推到当铺头上，你连辩白的纸都没有。阿顺，嬷嬷。还少一句。还少什么？陆文长今日清晨曾来柜上，
试图改票兑走剩余银票。他没办成，没办成也来过，掌柜不写也行，让阿顺写。我写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还催我快点，说今日家里要办大事，晚了就误了他的前程。办大事，这个大事恐怕就是把云幸带去陈家。娘子，3日后若赎不回，这当务还是要按规矩处理。3日内我会给你答复，但这3日银票若少一角，我就请你去衙门喝茶。娘子年纪轻轻，说话倒像做了10年掌柜。我从前管过比这更乱的账。走，回陆家。赵三桂，没关系，他跑得越快，越说明他们心虚。辰时快到了，那就更要快。方管事，真不是我们陆家不守信，是大房那个新媳妇儿一进门就搅得家宅不宁。你放心，云星这姑娘今日肯定跟你走。我大哥大嫂还没回来，谁也不能带我姐走。小兄弟，契书在这里，手印也在这里，你拦不住。那岂不是我姐按的？你个孩子懂什么？长辈做主，天经地义。但是我不想去。你不想去？12两银子已经花了，容不得你胡来。银子花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家里急用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给谁了？堂弟，清晨去福苑当铺，路好走吗？什么当铺？青天白日的，你又想攀扯谁？陆文长、赵三桂作保，典当陆彦川军功补银，共得20两。今日清晨又去当铺试图改票，想取走剩余银票。这是你私自拿走的？什么私自拿？一家人的银子文畅用一用，怎么了？祖母承认了。大嫂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暂借。大哥那时伤重，我想着先替他保管，等赶考回来再还。保管需要拿去典当，暂借需要撬匣子，赶考回来再还。那你今早为什么去改票？谁知道这纸是不是你伪造的？方管事，你做生意多年，应该认得福源当铺的掌柜印吧？陆秀才，这12两定钱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方管事，这与你无关，陈家只要人，何必管银子从哪儿来？听见了吗？他承认12两是他付的，用陆彦川的军功银买陆云信3年帮工器，一个动银，一个卖人情。堂弟，你读的是什么书，教你这么做人？沈清河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你再说一遍。方管事，契书能不能拿出来？今日当着全家把话说清楚。12两定钱，收客人是谁？陆家长辈签收。祖母是我收的又如何？我是他祖母。那这12两现在在哪里？你们拿彦川的银子点给当铺，再拿点来的银子把云相牵出去，最后还想让大房自己拿钱赎人，好一笔空手名利的账。文强，银子是不是你动的？爹，文畅也是为了前程，他要是中了，陆家门楣就起来了。为了他的前程，就能偷我大哥的银子，把我姐姐牵出去3年吗？你读书要执笔，我给；你拜师要束修，我给。你说陆家只能出一个读书人，我也认了。可你不该动云幸，大哥，更不该动我的军功银。你以为我愿意？陆家穷成这样，你腿又伤了，大房以后还能指望谁？我若不中，大家都要困在泥里一辈子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前程比别人的命和清白都贵？陆大郎、沈娘子，我家掌柜让我送这个来。什么东西？赵三桂落在当铺的腰牌。掌柜说，若陆家要找做跑人，这个可做凭证。还有，掌柜让我带句话：3日内当务封柜，谁来都不许动。二婶，现在可以说说赵三桂为什么替陆文长做保了吗？够了，沈清河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第一，云幸的气当场作废。方管事若要银子，找签收定钱的人要，不许再碰云幸。沈娘子，陈家不是善堂，气能不能作废，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那就一起去李正那里说。契书定钱来源有疑，签契本人未知情。方管事若觉得站得住，我现在就陪你去。银子3日内退回，契书可撤。3日后若还不上，陈家照契办事。可以，3日内退12两，但这3日，云星不许离开陆家半步，更不许任何人带他走。我给你3天。第二，陆文长典当的20两，3日内必须赎回，谁动的手谁还。我还？我拿什么还？钱已经花了。花在哪儿，就从哪儿补回来。你说话别太难听。那我说的明白一点，新衣、礼金、路费、束缚，凡是用这笔银子置办的，都拿出来折价。若不够，就写欠据。我月底要去府城，你让我把东西都拿出来，是想断我科考路？你的科考路不该铺在别人苦处上。清河，华成若真误了考期，陆家损失更大。祖父到现在还觉得损失最大的是陆文昌误考。那我也把话放在这里，3日内
陈家的12两，大房可以想办法先还，但陆文长典当军功营的20两，一文不少，必须写欠据，按手印，约定归还期限。不写就去李正处写。陆彦川，你这是要把你堂弟逼到绝路！祖母，他动我银子的时候，你没觉得他逼我；你欠云星气的时候，你没觉得你逼他。现在让他写欠据，就是我逼他。我从前以为一家人再偏也会有底线，今日我知道了，没有。3日内赎当20两，外加12两退契，你们大房拿得出来吗？若拿不出来，最后还不是要全家一起丢脸？沈清河，你今日闹得痛快，可你有没有想过3日之后怎么办？就是，你以为银子是地里长出来的？嘴上说的好听，到时候还不上，陈家照样来带人，当铺照样收当物。3日后的事，我会解决。你解决？你一个刚进门的心腹，凭什么解决？凭我没有偷，也没有卖，更没有把全家的脸面拿去赌自己的前程。写。第3件事，还有，从今日起，大房分灶吃饭，口粮自理。陆彦川的药钱、军功银，云杏和小马的婚嫁、读书，都由大房自己管。宫中若要我们出力，先把账拿出来。你这是分家？不是分家，是分账。分家要请祖老，今日我还给祖父祖母留体面。先分灶，爹，还嫌不够乱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分灶不等于分家，但至少大房的锅暂时能自己掌住。既然说定了，我们先回屋。沈清河，3日内你若拿不出12两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你还是先想想欠据上的20两怎么还。大嫂，刚才你太厉害了，陆文琛的脸都白了。大嫂，3日内真的能凑到12两吗？我还有一把旧刀可以卖，军牌不能动，刀或许能换几两。不卖刀，那是最快的法子，也是最亏的法子。我们现在要算账，家里还有多少粮，多少布，多少能换钱的东西。镇上什么东西卖的最快？3日内要拿到12两，不能只靠卖家底。家里还有半袋粗面，3斤豆子，柴房有我捡的干柴。不，云星姐还有2块没裁的旧布，那是娘留下的，若能救急，可以拿去卖。不卖娘留下的东西。镇上这几日有什么急事？明日小集，后日大集，大集人最多。镇上卖吃食的多吗？多，包子饼、汤面都有，但咱们没本钱也没肉。没本钱就做低本资高周转的东西，粗面、豆子、柴，还需要盐酱油。村里谁家有石磨？徐婶家有，他人好，常借给我磨豆子。谁家腌菜做得好？徐婶，他家的酸菜镇上都有人买。你想做吃食？做能拿着走，香味重、成本低、出锅快的吃食。明日小集试卖，后日大集冲量。大嫂，什么叫冲量？就是多做多卖，卖得越快越好。可是3日卖出12两，会不会太难？但不是没机会，我们还可以找一个人借力。谁？福运当铺的程掌柜。他会帮我们？他不会白帮，但他今日欠我们一个不把事闹大的情。只要我们给他一个能赚钱又能让他安心的法子，他会考虑。你想让他出本钱？不出银子，出地方，出锅，出1日的摊位，或者替我们牵线借点原料。你以前真的只是沈家女儿。彦川，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，你若信我，我就带大房往前走。我信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别一个人扛，需要我做什么，直接说。好，那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养腿。明日我们摆摊，少不了你镇场子。我也能镇，我会和面，会切菜，我能帮忙。大房穷弱，但不是没有人。这能卖钱？能不能卖钱，明日就知道了。星河，云星，不好了！我刚从村口回来，听见赵三贵说，陆文昌要去镇上找陈家改钱契，3日宽限不算数。看来有些人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他们明早就来，我亲耳听到的。赵三贵在村口跟人说，陆文昌已经去镇上找陈家了，说什么3日宽限不作数，明早天一亮就把人带走。他们说话怎么能这样？明明今日当着那么多人说好的。
我去找方管事。你现在去，正中他们下怀。那等他们明早来强行带人。他们想提前带走云星，是怕我们真在3日内凑到银子。既然他们怕，那就说明这条路走得通。清河，现在不是卖吃食的时候，人明早都要来了，所以我们明早不能躲在屋里。大嫂，小满，你现在去请刘理正，就说陈家明早要提前带人，我们请他去村口作证，若契书无效，不能带；若契书有效，也要当着理正说清楚3日宽限为何作废。我这就去。徐婶，您家的石磨能不能借我们1碗？酸菜也借我1坛，不是白借。明日卖出钱，我按份给您分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真要做饼？要做，还要当着方党士的面做。你是想让他亲眼看见我们有还钱的本事？没银子，说什么都像空话。只有让他们看到银子能来，他们才会重新坐下来谈。可要是卖不出去呢？那我们就换法子。云星，人被逼到墙角，不是只能哭，还能找缝、找门、找能推开的那块砖。成，我帮你。酸菜我家还有2坛，磨也给你用。大山在家，我让他帮忙推磨。多谢徐婶。谢什么？你今天在院里护云杏，我都看见了。做人得讲良心，不能谁嗓门大就听谁的。我也去。我坐着推不了磨，也能守门。好，但你不许逞强。听你的。文强，你说陈家明早真会来吗？方管事爱银子，也怕麻烦，只要让他觉得大房还不上，他就会来。可今日那沈清河太邪门了，当铺的存证他都能弄来，明日要是又让他翻盘怎么办？他翻不了。你有法子？他不是要摆摊卖饼吗？一个心腹，懂什么买卖？只要没人敢买，他1文钱都挣不到。你的意思是，明日让赵三桂去镇上，只要在人群里说几句，说他家欠债卖妹，说那饼来路不干净，这样会不会闹大？娘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怕闹大？他若真凑出12两，陈家契书作废，当铺那20两也要追到我头上，到时候我拿什么去府城？行，我这就托人给三桂带话。还有，明日去镇上找张记掌柜。找他做什么？张记在镇上卖饼卖了10几年，最怕外来摊子抢生意。沈清河要在小集上出风头，张记第一个不答应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他想踩着我立威，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份本事。话别说重了，隔墙有耳。明日之后，他就知道，乡下日子不是靠嘴皮子就能过下去的。这粗面豆子平日里吃着噎人，怎么到你手里就变味儿了？粗面怕干，豆子怕腥，加酸菜能提味，也能解腻。再把饼摊薄，边上煎的脆，拿在手里就能吃。镇上赶集的人走来走去，确实爱买能拿着吃的。对，我们不跟包子铺比饱，也不跟面摊比热汤，我们卖的是快、香、便宜。他真的不一样了。好吃，就是还能再咸一点。酸菜味够，豆味淡了些，再加点葱末，香气能冲出去。好，明日分2种，普通的2文1张，加葱加酱3文1张，买5张送1小角酸菜。还能这么卖？人买的不是便宜，是觉得占了便宜。清河，你这脑子真活！要不是知道你刚成亲，我还以为你在镇上摆了10年摊呢。你去眯一会儿，我不困。云行，明日你要站在摊前收钱，你若倒下，谁来帮我记账？我收钱？对，你的事要你自己站出来，让那些想拿你换银子的人看看，你不是只能被人带走的人。我会守好，1文都不会错。沈娘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去镇上摆摊，筹钱退气。哼，我今日来是带陆云香回陈家的。你敢！李正叔，昨日方管事当众说过，给我们3日退银撤气，
今日天还没亮就来带人，您给评评理。方管事，话若说了，就不好今日一个样，明日一个样。刘理正，契书上写的清楚，陈家出了银子，陆家收了钱，我们照契办事，有什么不对？那就把契书摊开，签契本人有没有暗印，亲兄长是否知情，定钱来源是否干净。若方管事觉得都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可以去镇上请人评理。你少吓唬人！乡下姑娘去帮工，有长辈点头就行了，哪来这么多规矩？赵三贵，你是当铺做保人，今日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。他就是给陆文昌做保那个，听说还动了陆大郎的军功银。大嫂，你别把事情扯远。方管事今日来，只是怕你3日内还不上银子，所以我现在就去挣。靠几张粗面饼，你真以为镇上的钱那么好挣？方管事若不放心，可以跟我们去镇上看。今日午时前，我们若连1两银子都挣不到，说明我没有本事。3日之约，你再重新提。若我们能挣到，方管事就写一张3日宽限的字据，免得有人又从中挑拨。1两，1上午1两现钱，够不够证明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？好，我就看你1上午。午时前若挣不到1两，陆云香必须跟我走。若挣到了呢？我写字据，3日内不来要人。李正书作证。我作证，都别耍赖。还有一点，午时之前，谁敢强待云相，便是坏了约。行，走，去小集。沈娘子，你这是又要做什么？借掌柜门口一块地方摆半日摊。当铺门口卖饼，这成什么样子？掌柜放心，不白借。1上午租钱20文，若卖得好，再给1成利。我缺你这20文？掌柜缺的是清净，我们今日卖得出钱，3日内赎当就有指望。掌柜的，其实这味要是香，说不定还能给咱铺子招人气。你闭嘴！只接半日，锅灶我们自带，不挡门，不扰客。程掌柜若还不放心，可以让阿顺盯着收钱计数。半日，5时一到，立刻走。多谢掌柜。料就在这里，锅就在这里，面糊线条，酸菜许家婶子亲手腌的。若有人吃了不舒服，我们当场请医馆验。若有人故意坏名声，也请李正作证。这陆家欠了一屁股债，谁知道用的什么料？听说连亲妹子都要卖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摊子摆出来就是骗钱救急，吃坏了找谁去？他胡说！别吵，别吵。料就在这里，锅就在这里，面糊线条，酸菜许家婶子亲手腌的。若有人吃了不舒服，我许家的酸菜，柳沟村谁没吃过？要说不干净，你先问问你自己良心干不干净。沈娘子，我能尝一块吗？香，掌柜的，这个真香。你少丢人！我买一张普通的。收2文。开张啦！要2张。收2张。哎呦啊！操！这饼有问题！你胡说！这么多人吃了都没事儿。就是他家的饼，我才吃1口就疼，赔钱。你买的是3文加葱加酱的？是。云幸，方才这个人买过饼吗？没有，方才加料饼一共卖了37张，都是我收的钱。我记得每个人，他没买。人这么多，你记错了。他说买的是加葱加酱，可这张饼没有葱，也没有酱，再看边缘已经冷硬，不是刚出锅的。还真是冷的，刚才我买的热的烫手。我买了普通的，记错了不行吗？行，那就去医馆。若医馆说你真是吃我的饼吃坏了，我赔你10倍医药钱。
若不是，你当众道歉，并把是谁让你来的说清楚。我不去医馆，我疼得走不了。我背你去。李正叔，人命要紧，还是请医馆大夫来吧。顺便也请他看看这张饼，免得有人说不清。小满，去请大夫。不用了，我不疼了。赵三贵，别走。你叫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肚子疼。谁让你来的？是他，是赵三贵。他说给我20文，让我闹一闹，说闹黄了还有赏。各位都听见了，我们陆家大房摆摊筹钱退气，不偷不抢，凭手艺吃饭。有人怕我们还上钱，才想坏我们名声。今日有李正，有方管事，有程掌柜在，谁若再说我们饼不干净，请拿证据说法。没证据就是坏良心。给我再来5张。我也再要2张。来1张加葱的。多少了？普通饼卖了86张，加料饼卖了112张，送出去的不算，除去盐油葱租摊净钱1两2盐46文，过了1两，真卖出来了。沈娘子，你倒真有几分本事。方管事，字据。你就不怕3日后凑不齐12两？今日一上午才1两2钱，后面还有10几两。今日是试摊，明日大吉，人会更多。只要摊子立住，钱就能滚起来。可你只有1口锅2只手，人再多，你摊得过来？刚才那饼是你做的？是。客官要买吗？今日已经卖完了，若要，明日大吉可以早来。我是镇上车马行的，明日有2队商客过镇，清早就走，要带路上吃的干粮。你这饼凉了也不硬，酸菜开胃，正合适。200张，明日卯时送到车马行。普通还是加料？一半普通，一半加料。普通2文，加料3文。若做得好，以后车马行都从你这里订。明日卯时太早，若要200张，需要今夜备料，2口锅同时做，客官要先付定钱。你倒不怯场，要多少定钱？总价500文，先付200文定钱。若明早少1张，我双倍退。成。看来3日之约不算白给。字据。大嫂，拿好，这是你自己站了1上午换来的，不是别人施舍的。沈娘子，陈家明日也有工匠修院，若你能再做100张，我可以替陈家订。又100张？怎么不敢接？300文定钱写清楚，不得拿来抵扣云相的12两，除非我同意。你这账分得到清？账不清，人就会被拖下水。行，写清楚。你做到了。还早，今日只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能挣，明日才是真正的硬挣。半日闹得我当铺像饭馆。租钱20文，另按约给掌柜1成立12文，共32文。你还真给？明日大吉，我们还想借这块地方，租钱照给。若程掌柜愿意借1口锅，另给锅钱。还来？掌柜的，今日因为这摊子，咱铺子也多进了好几拨人，有2个还问旧铜锁怎么当呢。你闭嘴！明日人多，我们会把摊子往旁边挪，不挡门。若掌柜不愿，我再找别处。地方可以借，锅我也能借1口旧的，但明日若惹出乱子，我立刻赶人。成交。程掌柜，你这当铺什么时候改成实摊了？张掌柜，今日小打小闹，不碍你张记的生意吧？哼，镇上卖饼的有规矩，谁都能推个锅来摆，往后这街还成什么样？张掌柜，我们只摆3日，租钱照付，不占您铺面，也不拦您客人。张掌柜，你说不占就不占，今日多少人拿着你的饼从我铺门口过？我张记10几年老招牌，凭什么让你一个外村心腹搅了规矩？客人愿意买谁家的，是客人自己的事儿。小孩子插什么嘴？张掌柜若觉得我们坏了规矩，可以说规矩是什么？该交的钱我们交，该守的戒我们守。但若是因为我们卖得出去，就不许我们卖，这恐怕不是规矩。好一张利嘴，那我就把规矩告诉你。明日大吉，凡在主街摆吃食摊，须得有街保做单，还要交5两摊保银，你有吗？5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张掌柜，不过一个小摊，何必为难？方管事，这是镇上的规矩，今日不守，明日人人效仿。陈家也不想吃来路不明的东西吧？张掌柜今日来，是为了规矩，还是有人请你来？又是他！我不管你们陆家的私事，总之明日主街不许摆，
5两摊宝银一文不能少，否则我就请接宝来掀摊。沈娘子，张继在镇上有人脉，你若硬碰，明日怕是真摆不成。沈娘子，若明日你交不出陈家的饼，今日这300文定钱，我可不能当没给过。程掌柜，当铺后院有门吗？有是有，通后巷。后巷归主街摊保管吗？后巷不归主街，那里是各家铺子的后门，用来卸货，不算摆摊地。大嫂，你是想在后巷做？不在主街摆摊，就不交主街摊保银。我们在后巷做订单，做完送到车马行和陈家，剩下的不叫摆摊，叫预定自取。掌柜愿不愿借后院半夜？租钱照给，锅钱另算。明日若成，后日大吉，我们还在你后巷做。客人从后门取饼，不堵你正门。后院一夜30文，锅一头10文，柴火自备。若接宝找来，你自己解释。成交。沈娘子，这好像是刚才有人塞进来的，他们还想使坏。那就今晚不睡了。他们想让后巷起不了火，我们就让这火从今晚烧到明早。沈娘子，这锅就是旧了点儿，可底后摊饼正合适，能用。先说好，锅若烧裂了，照价赔。掌柜的，这锅都快比我年纪大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锅一看就结实，能传家。车马行200张，陈家100张，卯时前必须全部做好，不能少，不能迟，不能乱。我怕夜里忙起来记混了。云星，账板做得好。那张纸不是吓唬人，今晚他们一定会来。来就来。我们不是来打架的，记住，今晚3件事最重要：第一，火不能断；第二，饼不能错；第三，人不能乱。沈娘子，我可把后院借给你了。我会说清楚，我们不在主街叫卖，不拦路招客，只做已经接下的订单。后巷取货也只凭单取，不散卖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你守门，也看全局。若有人闹事，不要硬碰，先喊人。好。大嫂，那你呢？我摊饼。小满，你负责跑腿、挑水、生火；徐婶负责调味和看酸菜；云星负责收数、分包、记账；许叔帮忙推磨。我守后门。他倒聪明，主街不摆，躲去福源账铺后院。张掌柜，若明日让他交了订单，陈家那边就更难动了。陆秀才，你家的事我不想管，我管的是柳沟镇吃食买卖的规矩。我明白，他今日能在当铺后院做，明日别的小摊也能学，到时候张记的老主顾被分走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不用闹大，只要他卯时交不了货，车马行会退单，陈家也会翻脸。掌柜的，要不我去跟卖柴的打个招呼，让他们今晚别卖干柴给福源后巷。这不算坏规矩，买卖人先到先得，谁也挑不出错。陆秀才，你倒会说，只是替掌柜分忧。去，把镇上2家柴铺的干柴都定下，明早再退，银子从柜上支。是。再去请葛接宝，就说福源当铺后巷有人夜里起灶，若走水，整条街都受牵连，让他去看看。张掌柜果然周全。我只做规矩里的事，别把你陆家的脏水往我身上泼。自然。若他今晚真做成了，这柳沟镇以后就不止一家卖饼的了。他做不成。没了没了，今日干柴全被人订走了。全订走了？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。你去别家问吧。都说被人订走了，还说明晚才有。是张继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起不了火。大嫂，要不我去村里借，我跑快些。徐婶家还有些柴。有是有，可从村里拉来，来回太久，今晚还得磨豆调面，怕赶不及。镇上铁匠铺在哪儿？东街巷尾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铁匠铺有碎炭。对啊，打
打铁要用炭。周铁匠那人脾气硬，天黑就关门，你未必买得到。买不到就换。我跟你去。我认识周铁匠，3年前他给边营送过马掌。走。今日不歇火了。周师傅，你是陆家那个从边关回来的？是我。这么晚来有事儿？周师傅，我们想买碎炭，今晚要赶一批吃食，干柴被人订空了，只能来求您。碎炭火急，容易糊锅，不好用。我会控火，碎炭、炭灰都要，只要能撑到天亮。你倒懂。这是我们做的酸菜豆面煎饼，酸菜香，边儿也脆，凉了不硬。不硬，明日送到您铺里，热的凉的都能吃。陆大郎，你媳妇会做买卖，她本事比我大。2筐不够，我给你3筐，现钱不要了，明日30张饼，1张不少。多谢周师傅。多谢，明日一定送到。镇上做吃食的水深，你抢了别人的风头，今晚未必只缺柴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，去吧，火别断。大嫂，他们想堵柴，我们就用炭，想想都解气。别松气，真正难的还在后面。你担心接宝？张继不会只出一招。车马行普通饼20张，加料饼20张。下一批酸菜好啦，疼我稳着呢。嘘。来了。坐下。谁在后巷起灶？是我，沈清河。葛杰宝，您看见了吧？后巷半夜起火做吃食，若出了事，谁担得起？接宝大哥，我们没有在后巷摆摊，也没有沿街叫卖，今日只是赶2份预定，车马行200张，陈家100张，凭证在此。只做订单？只做订单，明日取货也凭单。可他借当铺后院起灶，总归不合规矩。葛杰宝，后院是我借的，租钱收了，火也看着。我一直盯着呢，没乱来。你知道规矩吗？知道，主街摆摊需有摊保，我们没有摊保，所以不在主街摆。后院起灶需主人同意，防火有备，不扰邻里。若有不合之处，您指出来，我们立刻改。今晚可以做，但有3条：第一，不许叫卖；第二，后巷不许排队堵路；第三，火边必须留人。我们守。葛杰宝，就这么算了。按规矩，我不能无故赶人。大嫂，过了。还没到卯时，就不算过。今晚还有人会来。车马行160张，陈家60张，备用20张。怎么了？我好像把陈家的20张加料饼寄到车马行了，那不是差了吗？我刚才明明放在这里的，可这一摞是普通饼。大嫂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别急，慢慢找，不能错的。方管事等着抓错处，车马行也等着卯时取货。我要是记错了，大家一晚都白忙了。云星，看着我。大嫂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怕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怕你们救我，最后却因为我又出了。你不是祸，也不是麻烦，你是我们陆家大房的人。我们救你，不是因为你不能错，而是因为你不该被人拿去换银子。账记错了就查，饼分错了就重分，人只要还站着，错就能补。别让他们把你吓成一个不敢动的人。我查。我帮你对数。普通饼左边，加料右边，备用放中间。每10张1扎，
普通饼10张，负数10张。记。加料饼10张。找到了，我没有少记，是刚才把备用的20张压在油纸下面了。吓死我了！大嫂，我以后不会一慌就乱了。会慌没关系，慌了还知道往前做就行。你以前也常这样吗？哪样？把所有人从乱局里拉回来。人若没人可依，就只能学会自己不乱。以后你可以一人，我腿不便，但我还在。饼要糊了。他们想把它弄湿。云星，把成饼移到桌上。徐婶看火，小满拿沙袋堵门缝，不要开门。阿顺，点灯。我去追！别追！叶向寨容易吃亏。难道就这么让他跑了？不用追，明日让他自己说。他怎么会自己说？阿顺，你刚才看见人了吗？看见了，是张记的胡伙计，我白日见过他。我也看见了。2个人证够了，现在开门吵只会耽误火，我们先做完订单。你一直防着门口。他们说后巷起不了火，我自然要防水、防柴、防人。可我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晚，太可恶了！小满，记住，对手越急，越说明我们走对了。火再旺一点。车马行200张，另备10张；陈家100张，另备6张；周铁匠30张，单独放好了。成了，成了！还差最后一步，送到他们手里，钱收回来才算成。刘管事，饼送到了，还真准时。普通100张，加料100张，另送10张，给赶车师傅路上垫垫。沈娘子会做人，10张1打，共20打。刘管事请茶。刘管事，我们张记也送饼来了。我没订张记的饼。我们掌柜听说车马行今日要出远门，特意赶了200张白面饼，价钱比他的低，1文1张。您何必买这种粗面饼？你们昨晚还想坏我们的火，今早又来抢单！你别乱说。买卖讲凭据，刘管事昨日与我按了手印，订的是酸菜豆面煎饼。若今日不要，也可以按凭据办，定钱不退。刘管事，哪份是昨日你说的饼？邱东家，就是这位沈娘子的酸菜豆燕饼，能尝吗？这是清晨刚出锅的，若路上吃，凉了口感会更韧，不会硬碎。我们张记是老招牌，用的都是白面，价钱还便宜。我们今日走山路，午后才到驿站，对吗？对。要这个，白面饼凉了发干，路上吃噎人。这个酸菜味能提神，也不腻。我们还能再便宜？出门在外，便宜不是最要紧，吃坏了行程，损失更大。沈娘子，这是剩下300文，300文整。车马行订单结清。我这一路有12辆车，30多号人，明日还要补一次盐粮，我可以订500张，若能按时交，后日再订500张。500张可以做。但要提前定口味、定时辰、付定钱。若东家要后日继续定，明日交货时再写第2张凭据。定钱多少？500张。若一半普通一半加料，总价1两2钱50文。先付5钱银定钱。给你6钱，明日卯时送到车马行。明日卯时，500张，1张不少。胡伙计，昨晚后巷门口那桶水，是你放的吗？我只是路过。什么水？昨夜我亲眼看见他在我后门外鬼鬼祟祟，就是他。我们小本买卖不怕比手艺，也不怕比价钱。可若有人背地里坏火坏订单，往后谁还敢在柳沟镇做生意？胡伙计，这事我会告诉张掌柜。车马行以后采买不跟坏规矩的人打交道。我也一样，生意场上输得起才有人信。这回张记该知道疼了吧？还没完，先去陈家。
我还以为你们昨晚……方管事知道，镇上就这么大，知道还不帮忙？我和你们是买卖，不是亲戚。你能不能守住摊儿是你的本事，我只看结果。管事，味道不错。昨日300文是定钱，今日再给200文，算我陈家加急采买，不占你便宜。收200文，陈家订单结清。陆姑娘胆子比昨日大了。我大嫂说了，账要当面算清，人也要自己站稳。方管事，3日之约还在，今日只是订单，不抵退期银。我记得，你放心，陈家这边我会按字据办事。方管事，话别说得太满，他今日能交饼，不代表3日内能凑齐12两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也是陆家人，云姓的去留，不能只听一个外来的心腹做主。你既然说是陆家人，那昨日云相被提前带走时，你在哪里？今日他靠自己记账收钱时，你又在哪里？大嫂何必咄咄逼人？我只是提醒方管事，别被一时热闹骗了。小摊买卖，今天兴许有人捧场，明天就无人问津。二堂哥，我的事不劳你再替我做主。从前你们说为我好，我就信，可信到最后，是一张我没按手印的契书，是12两银子，是别人天没亮就要来带我走。以后我的去留，我自己也要听一听。云星，你别被他带坏了。女子家抛头露面做买卖，说出去好听吗？靠自己双手挣钱，不丢人；拿亲人的难处换前程，才丢人。今日陈家的饼收到了，其他事儿我不便插手。3日后银子到了，契书撤；银子不到，人按契走，就这么简单。大嫂，你真以为自己赢了？我没想赢你，我只想把云星留下，把属于燕川的银子拿回来。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小满，大哥，他越急，破绽越多。先回当铺算账，今日的钱必须一文一文清楚。昨日进钱1两2钱46文，昨日定钱共500文，今日车马行余款300文，陈家余款200文，鸠东家明日订单定钱6000银，扣掉所有成本，现银现钱合起来约2两9钱。2两9钱，我们离12两又近了一大步。照这个势头，明日500张做好。500张可不是小数，你们2口锅摊到天亮，也未必赶得及。所以要加锅、加人、加预定。沈娘子，我能帮忙，我不收工钱，管饭就成。你是当铺伙计还是饼摊伙计？掌柜的，帮他也是帮咱铺子招人气嘛。掌柜，明日还借后院，租钱照旧。若能再借一口锅，我另给20文。锅我能想法子，但500张要人手，你打算去哪儿找？徐婶，村里有手脚干净、肯做活的婶子吗？按日给工钱，活完就结，不拖欠。有，你若真给现钱，今晚我能叫来2个。对，账还是你管，我能管好。沈娘子，外头有人找你。谁？张记掌柜。他还敢来？让他进来。沈娘子，昨晚的事是我铺里伙计不懂规矩。沈娘子，对不住。一句对不住就完了。这是赔礼100文，嫌少。张掌柜今日来，不只是赔礼吧？你很聪明，那我直说，柳沟镇的吃食生意，我张记跟你做了10几年，但也不能看着你把摊子做大压到我头上。所以，明日秋东家的500张订单，我可以帮你做300张，用我张记的白面和炉子挂你的名，赚的钱我欺你3。你昨晚害我们，今天还想分我们的钱？你别急着拒绝，500张你们未必做得出来。若交不了，秋东家不会再信你。可有我张记帮忙，这单稳了。然后呢？明日我靠你，后日也得靠你。等所有客人都知道饼是张记做的。沈娘子，做人不要太贪，他不是靠你施舍。张掌柜，我也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卖我白面，借我炉子，我照市价给钱。若你愿意，我们还能各做各的，互不坏名声。但我的订单，我的招牌，不分给别人。
你以为镇上只有我想拦你？没有铺号担保，你明日做500张。一旦有人说你吃食不干净，邱东家还会要吗？跟我合作是你最稳的路。铺号担保也不是只有张记有。程掌柜的意思是，福源当铺虽然不是吃食铺，可我在柳沟镇开了20年。若只是担保你后院起造，账目清楚，不拖欠钱款，掌柜的英明。先别拍马屁，我有条件。掌柜请说。第一，明日所有预定凭据，福苑当铺留一份底。第二，你3日后赎当时，先把当铺那笔账结清。可以。程掌柜，你这是要跟张记作对？张掌柜，开门做生意，谁也别挡谁的财路。你卖你的白面饼，他卖他的酸菜豆瓣饼，客人爱买哪家是客人的事儿。好，沈娘子，你有胆子。不是有胆子，是没退路。哼，赔礼既然不要，就算了。明日500张，我等着看你怎么做出来。大嫂，我们真能做500张吗？能不能做出来，不是嘴上说的。3口锅，6个人，分时出锅，凭单取货。现在开始准备。今晚我管账，我去跑腿，找锅找人找柴。我回村叫人。阿顺，搬救长桌。你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也得撑，只差最后2日了。不是你一个人撑，这一次，我们一起把火烧到天亮。